孙总啊，感谢啊，破费了。瞧人家名山集团啊，大公司就是有钱，上的全是能上台面的菜，是不是？是，孙总愿意主动沟通呢，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信号。徐律师，关于你们申请术前财产保全，我们申请了复议，并要求法院要你们承担保全错误的责任。现在，你把账户封停，让名山陷入了严重的资金困难，也让受偿的款项变得毫无意义，造成现在鱼死网破的局面，是你的目的吗？这事儿呢跟老薛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账户呢是我要求封停的，没办法呀，你们不给我们代理费，我们只能这么干。二位律师，代理费不是我不付啊，是我付不起啊，账户里就剩下1000多万了。你们把账户一封，工人闹事，流水线停产，这可是砸人家饭碗啊！孙总，道德绑架我呀！但我陈硕不吃这一套。当您让保安把我拦在名山的大门之外，当你跟明海去偷偷谈判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这一点，是不是？现在说这些没意义啊。孙总，我们不是要和名山集团较什么劲，您把陈律师应得的代理费给了，我们立刻申请账户解封，就企业的钱您就全都拿到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按照合同约定把代理费分毫不差的给我们，我就什么时候申请解封，否则的话，30天之内我一定起诉。这1400多万，谁都别想动。陈硕，你这就是往死里拖我呀！你自己算一算，就这个案子，你拿的代理费，足够我发几百个工人的工钱呢。工人在挨饿，你还嫌钱少？哼，这可真是啊！路有冻死骨，何不食肉糜？哎呀，都是这样，谁还干实业？都去做律师嘛！孙总啊，你发不出工资怨我呀？你耍过来惹这些事儿，咱俩谁砸工人饭碗啊？诉前保全只是我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的自保措施。孙总，咱们双方达成一致了以后，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解封啊。咱今天聊的不是这个事儿啊，咱是不是要聊代理费的问题？聊正事儿。好啊，聊正事儿。徐律师啊，根据梁成所和名山集团的委托代理协议，我们已经履行完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，而且全部的代理费的支付条件也已经成就了。协议上规定的，二位有什么异议吗？恕难认同。第一，梁成所已经发函公告，和陈硕律师划清界限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只谈陈硕律师。第二，陈硕律师并没有履行完成所有的委托事项，所以并没有合法的理由取走全额的代理费。陈硕律师只在一审中参加了工作，而一审中明海基本未做抵抗，债权的实现大部分最重要的工作，基本是依靠双方谈判解决的。这并不是陈硕律师的工作成果，所以陈硕律师领取全额代理费显然有失公允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陈硕律师私自从共管账户中转走了560万，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侵占。我们要求立刻返还，并且对此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在陈硕律师全额返还的前提下，除了报销发票可以证明的合理开销外，我们愿意为陈硕律师和韩志东律师付50万的代理费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的最终决定，不可更改，也没有谈判的空间。孙总啊，你也是这态度吗？我已经全权委托许卓律师了，我听许律师的。那不好意思了，咱别谈了，法庭上见。许律师，孙总，
你们可不可以回避一下？我想和陈律师单独谈谈。哦，可以。年轻真好。你没比我大几岁，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年轻的时候，脾气比你还暴，不然也被进去2次。徐律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律师，都干这行，圈子就这么大。您那2次因为什么进去，大家都清楚。所以我的事儿呢，跟你的还真不敢相提并论。陈律师，我们是同行，当然明白无伤其类的道理。虽然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，但我愿意帮你。不是许律师，我还真就奇怪了，你总是这样吗？代理着原告，帮着被告，你想两边通吃啊？我们都是吃法律这行饭的，打赢官司挣到钱是最重要的，别的事情不要多管。只要你不多管闲事，敏善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我多管什么闲事了？还有就是我管什么闲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咱今天来不是聊明山的事儿吗？还要聊别的吗？陈律师，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好意，同时不要感情用事。法律对侵占罪如何界定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哦，那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也没进去2次，所以有些事儿还真不见得比你懂得多。我进去过2次是没错，但是2次我都无罪出来了。陈律师这次要进去，想要无罪出来，没有可能。我能不能无罪出来呢？前提要看你有没有能耐把我先送进去。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了，你2次都平安的出来，没错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你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既然这样，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。希望陈律师不要后悔。徐律师啊，我这人呢有反骨，一不怕威胁，二不怕小人。记住你说的话。小磊，我真没想到你能开出这样的价格。你这是把家底儿都砸进去了吧？值得就行。小磊，我签。那太好了，张文姐，我这边随时可以打款。哦，对了，夏叔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他有事要忙。他的工作不就是围着你转吗？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那肯定是你的不对，你欠他的钱还没有还上呢吧？还没呢。你这么大人啊，不用我说，你也明白夏叔的心思。本来我这2天是要回美国去的，就是因为他来找我说你的好，我才答应见你的。他替我说话。他第1次约我就跟我说你的好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，我能跟你签，还是因为你的开价。我爸出事儿了，我妈也指望不上。不过还好，我还行。这车轮我能钻第1次，我就能钻第2次。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，我心里高兴。84万外加差旅费，你给不给？不给，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。滚！
姐不伺候了。我之前卖车的钱，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，已经不剩多少。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，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。你就告诉我，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？拆东墙补西墙是吧？可以啊，郝磊，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，那你拿什么还给我？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？当个股东不行吗？我不买了，什么？这股份我不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，小磊？小磊，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这儿没有。你这有意见吧？没有，可以开始了。公布吧。万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未通过。这通不过咋办呢？当然通不过了，才按30%的比例受偿，剩下的钱我们找谁要去？不是，那是再通不过，那不能按清算走吧？不会，他们不敢。完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回家再说吧。方律师、陶律师，二位请留步。魏法官啊，找二位有事，二位这边请。好，门口等我们。好。魏法官、徐主任、方律师、陶律师到了。好，方律师，来，方律师，请坐。黄律师，按照规定要有2/3的同意，可是现在才刚过一半，这怎么办？这种情况我们确实也没想到。其实会前啊，我们和绝大部分的债权人都已经沟通过了，他们的反馈还都是比较积极的。真是没想到，到了会场，这样可不行啊！虽然法律没有限制债权会会议的次数，但一次会议就出现大面积的反对声音，之后很可能会更难。政府也一直强调要在会前做好沟通解释的工作。我们也在努力地做沟通工作。按理说哈，如果他们要反对的话，不应该到了会场才投这个反对票，那应该事先来找我们沟通才是。我认为应该有别的情况吧。方律师啊，照这个态势，第2次债权人会议恐怕就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还通不过，可能要考虑转清算的工作了。明白。方律师，点心的刘总在债权人的会议上投了反对票，您知道这事儿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啊？他不光自己投了，他还鼓动了一批的债权人一块儿跟着他投，导致了重整方案没有通过。徐律师，您之前给我保证过的啊，他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跟刘总谈过，也跟他分析过利弊，他满嘴答应。可是我一再保证他会得到优惠，到头来没有。他反对，那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徐律师啊，事到如今呢，我也只能依靠您了。麻烦您还得劝劝这个刘总，在下一次的这个大会上啊，一定要投通过票，否则呢，咱们这个重整方案通不过的话，那我们只好清算了。到时候，我想他连20%都拿不回来吧。方律师，为了配合你们的工作，我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没法工作了。重整方案通不过，我想我们的结局都不会好过。您说呢？
方律师，别这么说。我再去做工作。哼，哎呀，真够孙子的。夏叔，喂，张兰姐。夏叔，我过2天要出国，临走前我有点事儿得和你说。你这么快就要走啊？那股东会怎么办？你要弃权吗？夏叔，郝磊欠你的钱都不还你，你还挂念他呢？姐，你刚刚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？还是股份的事儿。郝磊找我说钱凑够了，本来他开价很高，我当场就想签约，可我一问他夏叔怎么没来，你俩是不是吵架了？他就跑了，你俩什么情况？他没有买吗？为什么？谁知道啊，我还纳闷他哪来的钱呢。之前你不是说他还差110来万吗？这都是上哪儿凑的？梁叔可不是能给小磊凑钱的人。是我的代理费。他是挪了你的钱，这小子真不靠谱。多亏这协议我没签，看来这股份啊，我还不如卖给他大伯呢。姐，你要卖给他们吗？这事儿你别操心，我自己看着办。谁让郝磊欺负你的，我帮你好好治他。这。陈硕律师吗？陈硕律师，你涉嫌侵占罪，当事人已提起自诉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现在需要您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陈硕被抓了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呀！这事现在闹得田律师你确定他被抓了吗？陈律师，我也是听说的。挺好一人呢。真的，是他做的。我当时就说吧，这1000万没这么好办。他就是太老铁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田律师，陈硕被抓了。陈硕被抓了？对呀，现在整个所都传开了。啊，进。师傅，陈律师被抓了。什么？陈律师被抓了？徐哲这人啊，够狠。都是同行，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？你说，他对陈硕这样，对我们呢，也不会轻易放过的。万和的事儿啊，我们得万分小心他了。方律，陈硕的事儿啊，侵占罪，在法律上还有的可打。陈硕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提防的是许卓，要防止他在万和的事情上跟我们使坏。哎，我有急事出去一趟，家里有什么事给我盯着。哎，好嘞，师傅。哎，田律，方磊，硕哥被抓了。什么？陈硕被抓了，签证案卷，是明山集团报的案，说他将明山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，构成了侵占罪。所里现在气氛很紧张，生怕卓越所在万和案上发难。喂，你好，徐律师，我是良城所韩志通。韩律师，怎么了？我可以去卓越所找你谈谈吗？我一会儿约了客人，走不开也不方便。
那就请您出来谈谈吧。你们所附近有个陋室名茶社，我去那儿等你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走不开。没关系，我会在那儿一直等你，等到你有时间，咱们陋室名见。老弟，这还是没接吗？嗯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再给打几个？我打着呢。这徐老师也太狠了，他打这个案子又挣不到大钱，何必呢？许卓就是要赶尽杀绝呀，你还不知道？接呀！我律师去哪儿了？周啊，哎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调静音了，没听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老律师，陈硕被拘留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们昨天还通电话来着。昨天下午的事儿。因为什么事儿啊？涉嫌侵占罪，梁诊所的田律师刚给我打电话说的。还是那个案子，是明山集团报的案，许卓干的。徐老师这么做就不怕在圈子里败坏名声吗？这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，他干嘛非得搞成刑事案件呢？我去找。不是你冷静一点，你找他有什么用啊？我很冷静啊，我就算劝不动他，我也得问他到底为什么。你觉得他会真诚的回答你吗？那我也不能让他这么毁了陈硕吧。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去吧，你状态下没法开车。走。好，走吧。刘总，您听我一句劝。万和这么大一个摊子，政府花了这么大力气让它破产重整，不会轻易再让它破产一次的。可能往后还有各种政策来扶持。如果你不想投资，可以继续观望，看看别的战略投资人的态度，这以后一定会盈利的。我真就觉得奇了怪了。最初你说万和有30多个亿，我不信。但是以我对万和的了解，这么大的企业怎么着也得20多个亿吧？我跟你一块去了。没事，我一个人应该能行。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。但是现在你看，才只有10几个亿。罗律师，找许律师。许律师在会客。知道了。钱呢？其他的钱都去哪儿了？罗律师，这幸亏我们全程监督，你替别的小股东想想，这个时候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咽，他们找谁说理去呢？罗律师，徐老师，对不起。先出去吧。英子，我在接待当事人呢。我看见了，刘总也在啊。是来谈万和重整的事儿吧？徐老师，我们也是律师团的一员，和当事人谈话，干嘛要背着我们呢？刘总在债权人会议上投了反对票，导致重整方案没有通过。梁诊所让我做刘总的工作。刘总，我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和罗律师说。罗律师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替我支个招。现在万和这家企业估值只有18个亿，但是我得按照30%几的比例受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前后一共投了10几个亿，现在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。你说，我该投什么票啊？刘总，如果你问我，我会说，据我了解，万和还有一块资产去向尚未查清，谈重整，为时尚早。罗英子，你说这样的话，你负责任吗？万和是有一块资产待查，这个在重整方案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这块待查的资产不足2亿，无碍大局，而且一时半会查不清楚。因为这个重整就不进行了吗？这么拖下去，大家都是死。当事人都在，怎么就查不清呢？查不清就谈重整，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？你是来干嘛的？是来捣乱的吗？对不起，律师团队我负责，而且重整方案通过之后，律师团队也就解散了，我们的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。你不要发表你的意见。还有刘总，如果你相信罗律师，那你就跟我解除合同，让罗律师来代理。
许大律师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当然是信任你了，但是我问你，如果换做你是我，投了10来个亿，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，你甘心吗？3个亿你不甘心，那只能等到同等不成改清算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很有可能1分钱都拿不回来。好，我投赞成票。那我们一言为定。如果你在债权人大会上出尔反尔，导致同等方案不通过的话，所产生的后果只能你自己承担。行。我一共投了10几个亿，现在赔了7个多。我这个生意做的真够可以的。罗英子，你要干嘛？曲老师，陈硕被刑事拘留了这件事你知道对吧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跟我有关系。陈硕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同行，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。而且是名山违约在先，为什么把合同纠纷办成刑事案件？对不起，我们对法律的认识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个刑事案件。陈硕他违反了合约的规定，在没有得到甲方的认同下，把在共同账户的钱转到了个人账户，这已经涉嫌犯罪。我作为律师，不管面对什么人，都要以法律为准绳，以事实为基础。我认为他犯罪了，所以明山他报案了。但是任何人在没有得到法院公开审判前都是合法公民。如果他觉得他没有犯罪，那到法庭上去说清楚。如果法官觉得他没犯罪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怀疑一个人犯罪就报案给他抓起来审一审，审完了没犯罪再把他放出来，是吗？要不然呢？所以你2次入狱也是这样的，对吗？曾经有人跟我说你被这世界伤害过。也从这世界上学会了很多，我今天才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意义。不过我很遗憾，你从你人生过往经历里没学会别的，你只学会了把这世界当成尔虞我诈的丛林。罗英子，你和陈硕到底什么关系？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我跟他有一腿还是有2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真够让人恶心的。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徐老师，我今天最后一次再叫你为老师。陈硕和明山之间的纠纷，你比谁都清楚陈硕为什么这么做。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够劝告明山撤掉对陈硕的刑事控告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。我发誓我会在法庭上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我会把你搞得身败名裂。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太自信了。记住了。你现在还是我团队中的一员，绝对不能做有损团队利益的事。姐，怎么样？有结果吗？先开车吧。对啊，这种人就不能抱有幻想，利用公器打击同行，简直可耻。喂，秋华，许卓是铁了心要把陈硕送进去。我一会儿去见薛律，争取能会见陈硕。我刚刚也跟许卓说了，我一定要把他搞得身败名裂。像他这样的小人，
就要打他的痛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夏叔，许卓现在坚持要陷害陈硕了，咱们的事情得抓紧了。你同学那边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正聊着呢，他那儿都已经后半夜了。他说有眉目了，不过得等几天。他们这种公司最后会出一份正式报告的。太好了。还有一点啊，保密。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好，我叫孙小小。名字真好听啊！谢谢。徐律师，有事儿吗？我挺忙的。徐律师啊，我听说您把陈硕给送进去了。这话说的，我可没这个能耐，想送谁进去就送谁进去。我还想送你进去呢，我办得到吗？兄弟，想把我送进去，你本事还差点儿。可是陈硕不就是你送进去的吗？他要是没做违法的事情，我能有办法送得进去吗？得了，兄弟，谁不知道谁呀？就说以前你进去那2档子事儿，你敢说他肯定没有违法吗？你再把我送进去一次。我可不会这么做。再怎么着，我们是同行啊。我韩志通再无耻，我也不会挟嫌报复。陷害同行这种事儿太瞎子。你什么意思？徐律师，陈硕律师跟明山集团的这档事儿，我全程参与。说不大天儿去，他也就是合同纠纷，对吧？还是明山集团违约在先，再怎么算也算不到刑事案上。怎么样？给我个面子，到公安局撤案，可以吗？真没想到，陈硕这么受欢迎，一出事儿，这么多人护着他。你们这么护着他，当初就应该劝他把钱退了。哎呀，咱们就去公安撤个案，以后见面还是好朋友嘛。韩律师，我就从来不觉得我会和你这种人是朋友。我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口碑的事情往往没有实锤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。这不是没实锤吗？可是陈硕这档事儿以后，许律师专门陷害同行，那可就实锤了。我不怕。你这句话可以随便往外说去。真不怕？我要怕了，就没有今天的许卓了。没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可不要后悔啊，许律师。我的世界里，就从来没有后悔这2个字。再见。他平时挺明白一人，怎么这回就弄不明白了呢？经侦那边现在已经立案了，他这事儿可大可小。往小了说就是普通的合同纠纷，往大了说判他一侵占罪，这也不是没可能。他现在人已经进看守所了，你找我帮忙，我能帮什么忙？他这事儿啊得法院见了，还得靠你们律师。明白了，那个，谢谢啊，王瑞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？陈硕的事儿我也着急，可是我呢心有余力不足，咱保持联系。得嘞。薛律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找过王瑞了，王瑞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。我已经跟看守所申请会见了。那我也跟您去。你去不了啊，他只让我当他的律师。您什么时候去见他？我现在就过去。那您就带我一起去吧。不是我不带你，你没有委托，看守所不让你进去。那就麻烦您告诉他，让他也委托给我，我和您一起当他的律师。哎呀，你们2个呀，你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你知道陈硕一直爱着你吗？薛律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兄弟都进看守所了，我这心里话不能说说。陈硕
看得像个皇上公子，其实他对谁都没动过真心，唯独对你，这辈子的情和爱都给你了啊，你压根儿不当回事儿，你连正眼都不看他，为什么呀？你就说，这么通达的一个人，怎么这回就这么轴啊？他不是要那800多万，他就是想和你证明，他能当好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裴度飞。薛略，走吧，你带我一起去见他啊！我进不去，我就在门口等他，我等他委托给我，行吗？求是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，检举犯罪同伙揭发他人犯罪行为。3、认真实讲的。到。有人会见。哎呀，我在里边关着你丧个脸干嘛呀？哎，你这弟弟也不太争气，又给老哥添麻烦了。受没受委屈？没有，挺好的，挺好，没事。行，那这案子咱怎么打呀？什么怎么打呀？打无罪啊！二叔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一呢，打刑事案我心里边呢没谱。第二，咱面对的是那么大的一个集团，人家法务啊、律师那么多人呢，皮肤汗数的事儿咱没必要做。我觉得，要不然咱就先把钱给人家退回去。你人出来了，钱还不好挣吗？你要是这态度的话，我都不用你代理我啊，我自己上庭去给自己辩护，行吗？行吧。来，我把这签了。什么呀？签个字儿就行。谢谢。薛律，他怎么样？你放心，他还行，就是坚持让我打无罪。那委托我的事儿呢？他不同意。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这么轴，以前不这样。不签，然后别这样，这姑娘够意思。听说你出事儿，人家立马来找我来了，现在还在外面等着呢。现在是你不签这个，看守所就不让他进来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。论江湖，他确实不如我，但是论能力和经历，他确实比我强。患难见真情，你还让人家姑娘怎么样啊？你怎么不明白呢，老薛？龙子什么人啊？上了阵他连命都不要，对手是谁呢？许卓呀！这哥们儿什么狠事都干得出来。龙子这人你知道，他不设防的。你说他俩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，许卓万一知道点什么信息，抓着他小辫子的话，这不把罗英子给牵扯进来了吗？这个时候俩人都为对方好，早干嘛去了？我一定给代理他，我必须给代理他。要不您再跟他说说，哎，您就跟他说，这不光是他的事儿，这也是我的事儿。我这次必须代理他，不然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我不能安生。您就再跟他说说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罗英子。就算我求求您，您再申请一次会见，您跟他好好说说。你怎么天天往我这跑？真别说，你们这里边还真乱。这天儿说变就变，这低了5、6度，大呼呼。而罗英子呢，穿的也不多，大鼻涕我看掉到嘴边了。也半个小时吧，半小时差不多，肯定得病。病了以后就得去医院。反正最近呢，医院这感冒发烧的人也多，也去了打点滴啊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就这事儿吗？你把这个签了，这姑娘就不用挨冻。不签不签。行吧，该说的我也说了，该做的我也做了啊。哎，我再转述一下罗英子的原话。她说：“你要是这个案子不让她代理，她这辈子心里边都不能安生。这么多人都为你着急上火的，你要真因为这个事儿你折里边了，你自己心里边能不能安生？”不签。他说：“听我一回劝，你就让他代理，再难的事儿，你们两个一起应对。只要经历过这事儿，
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、任何力能把你们两个分开。谢谢啊。薛律，签了。签了。哟，薛律，谢谢您啊，咱一定得好好合作，是，打好这案子。来，那您先去忙，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。好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摇车回去。好嘞，电话啊。好好，谢谢薛律啊。罗律师，您不能。方律，陈硕被拘留了。方瑞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师傅被拘留了，我跟罗律师一起救他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是谁？将来的法律人。方律师，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，我绝不会像你一样。迷上了眼睛，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。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